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全谷贤士先生所著的《不要把工作当作人生的意义》这本书。相比以往，我们现代社会在物质和卫生条件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。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与更多的人交流，轻松获取各种最新资讯，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和安全。然而，即便在这样一个看似幸福的世界里，仍然有很多人会感到迷失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作者认为，这是因为人类无法在迷失生存意义的状态下真正生活下去。因此，本书深入探讨了生存意义这一深刻的话题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迷失生存意义的现代人；第二，追寻真实的自我；第三，品味生活的意义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迷失生存意义的现代人。第一个要点是现代抑郁的根本原因。许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地满足父母和社会的期望，过着机械化的生活，完全没有思考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。这种生活方式虽然看似可以持续，但事实上，人类是一种无法在没有生存意义的情况下真正生活下去的生物。因此，当我们内心深处不再愿意忍受这种机械化的生活方式时，身心便会通过各种信号来发出警告。这些警告可能表现为食欲下降，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，情绪易怒、失眠、工作频繁出错等。如果忽视这些信号，身心最终会罢工，导致无法起床、无法上班。这就是抑郁的开始。抑郁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，传统的抑郁症通常需要药物和住院治疗，而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抑郁症却有所不同。患者在工作或学习中无法正常发挥，但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正常，因此常常被误解为装病。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。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，作者在与患者交流时发现，这类新型抑郁症患者的痛苦和传统抑郁症有所不同。他们通常有着被社会压抑自我发展的经历，表面上生活顺利，实际上内心早已失去了动力，就像一辆被推着前行的无动力的车一样，一旦遇到障碍便无法继续前行。当患者在陷入抑郁状态时，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缺乏生活的动力，而这种动力的缺失源于自我的迷失。当被问到想做什么或者讨厌什么时，他们往往无法回答，因为长久以来他们被压抑的已经忘记了如何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。作者作为精神科医生，帮助患者直面这个问题，陪伴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谈论生存意义时，无法绕开工作这一话题。我们大多数人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。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，工作的意义是什么？关于工作的意义，作者引用了犹太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的观点。阿伦特在1958年出版的《人的境况》一书中，将人类的活动分为了3类：劳动、工作和行动。他认为，这3种活动分别对应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。劳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进行的活动，其产物是被消费的，不具有持久性。工作则是指创造持久的工具或艺术品，这是一种独属于人类的行为。行动则是指在社会或历史层面的政治、艺术等表达活动。然而，阿伦特认为，比这3者更重要的是关照生活，即静心冥想、感受自然与宇宙真理的活动。这种生活方式在古希腊被视为最重要的人类活动，但在现代社会却被我们所忽视。大多数人的生活被劳动所占据。自工业革命以来，大量生产让原本需要技能和专长的工作变成了机械的劳动。分工后的劳动产品变得廉价而短暂。人们不再创造持久珍贵的物品，而是不断生产和消费短期消费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们不仅失去了与自然和宇宙对话的关照生活，也失去了创造性的工作，沦为机械劳动的工具人。作者指出，现代社会并没有比古希腊时代更进步，
反而失去了人类应有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意义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追寻真实的自我。第一个要点是价值与意义的区别。正如在视频开头所提到的，人类是一种无法在迷失生存意义的状态下生存的生物。那么究竟什么是意义呢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，我们需要先将其与价值区分开来。虽然在学术领域有专门的讨论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意义与价值的差别并不是很难理解。在这里，我将基于生活中的实际运用，对这两个概念做一个简单的区分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当我们做某件事时，通常会考虑它是否值得。这种值得或者不值得的判断，就是与价值紧密相关的概念。比如，从小我们就不断被灌输要有效利用时间，要让今天过得有意义等标语。看似这些标语是为了激励我们成长，实际上它们却在潜移默化中给我们带来了束缚。例如，当一个人因为抑郁而不得不接受治疗时，最先要面对的通常是无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带来的痛苦与自责。他们会因为不能像以前一样工作或上学而责备自己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。这种情形在一个人生活正常、没有压力时很难被察觉，但实际上，大多数人都被这种必须时刻让每一天都充满意义的观念所束缚。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，尤其是在当下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，大家喜欢分享带有照片的精彩生活，这让人们对无所事事的时光产生一种强烈的内疚感，仿佛只要没有做成什么具体的事情，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。这种观念极端化的将能够带来金钱收益、增加知识或提升技能的行为视为有价值的。因此，价值一词也常被误解为必须产生某种社会效益。然而，意义并不一定需要具备这些外在的价值，也不需要考虑他人的看法。只要个人从中感受到满足和喜悦，这件事对他来说便是有意义的。因此，意义更多的依赖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灵的满足。换句话说，价值和意义的区别在于，价值更多依赖大脑的理性判断和得失的计算，而意义则是心灵和身体的真实感受与愉悦体验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两者完全是不同的概念。我们在小的时候，心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，沉浸在自由的幻想中。那个时候的我们并不会去思考这些想象是否有助于未来，也不会去衡量这些行为带来的价值。无论是用广告纸的背面涂鸦，还是在沙滩上堆城堡，这些行为虽然不具备社会价值，但却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无比喜悦和满足。第二个要点是，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？对于生命是否有意义这一问题，我们很难简单的回答有或者没有，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预设了固定意义的错误问题。这个错误在于，它假设生命本身是预设了某种意义的，而我们只需要去发现和遵循就好。其实，意义并不是预先存在的，而是通过我们自己不断的探索与追寻才得以生成的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品味生活的意义。第一个要点是重新找回日常生活中的乐趣。刚才我们提到，生命的意义是通过主动探索和追寻而体验到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具体的生活中实践这一理念。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。如果生命的意义仅仅体现在那些特别的成就或事件中，那么我们大多数时间所在的日常生活岂不是变成了无意义的时间？这样一来，日常生活似乎只是我们等待或忍耐的阶段。事实上，真正让我们感受到生命意义的，往往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片段。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视作乏味的时间，只是勉强度过那些无趣和痛苦的时刻，我们的感官和情感就会逐渐麻木。即便偶尔遇到非凡的体验，我们也难以真正感受到喜悦和满足。作者指出，将日常和非日常截然分开的做法本身就存在着问题。我们往往给日常贴上了例行公事、无聊乏味的标签，
因此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这种惯性思维，去除日常的灰暗色彩，使其变得如非日常般丰富多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学会将平凡的生活也视作一种乐趣的体验，这样才能让生命的每一刻都充满意义。第二个要点是让乐趣回归生活的方法。玩耍是每个人孩童时期的天性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天性却被理性的思维和社会的规则所抑制。我们的生活逐渐被计划和效率所主导。为了重新找回这种能力，我们需要有意地进行逆向操作，即将即兴发挥融入日常。如果我们能够时刻保持即兴的心态，日常生活就会变得充满新鲜感和冒险。例如，当某天你想外出走走，但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这时候不妨随心所欲地行动。当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问问自己的内心和身体，我想要朝哪个方向走？可以让双脚自发地引领方向。如果是在开车，就随手拨动方向灯，不必刻意规划路线，让身体而非理性来决定接下来的行动。在抵达某地之后，再去思考怎样享受这里的时光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将即兴融入每一次外出，你会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自由感。这种做法与事先制定周密的计划完全不同，它依赖于瞬间的反应能力和直觉。你会发现自己仿佛回到了童年时无拘无束、充满探索精神的状态。因此，有时可以刻意放弃那些计划性和目的性，任凭自己的心意随时做出决定。这种即兴发挥的过程，会让日常生活因为那些小小的、充满惊喜的发现和创意而变得更加精彩。作者将这种做法称为向偶然敞开心扉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让乐趣回归到日常生活中，从而找回那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生命意义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